欢迎两位做客。那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黄景瑜。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那两位呢，在电影当中饰演了维和警察。其实你们的身份关系也很特别，你们是怎么理解互相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是战友，又是朋友，又亦师亦友的感觉？就我们俩在戏里算是战友，但是又有一层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跟他的杨震的父亲之前是战友，后来他父亲也是在这个一次任务中牺牲了。哎，这么算我是你叔哎，对吧？是不是应该叫声叔啊？因为那时候我看他的那个小时候还是一小朋友呢，5、6岁、6、7岁。对。然后后来他长大了之后，也加入到这个维和警察队伍当中来。然后我对他又是当兄弟看，然后又是想保护好他，但又不想把自己的那一个对他的亏欠表现出来，很复杂的一个情感。那一博呢？你觉得杨震心目当中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觉得杨震刚到队伍里是带着一股劲儿去的，想要证明自己，证明给队长，或者中间跟队长之间有一些误会在。一方面是队长，一方面也像到后面就像是兄弟一样的那种情感吧。最终你觉得实现了最初的想法吗？在电影当中，自己可能改变的更多吧，成长了很多。景瑜在电影当中扮演的是队长嘛？你觉得队长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素质？一眼看上去他就是这个小队的一个领袖。我觉得队长首先你要有凝聚力啊，要能让大家安心，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和危机的时候，让大家能心甘情愿的、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往前拼命。这我觉得是一个队长需要做的。然后他也要关心所有的队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护我每一个队员的这个生命安全，就是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要有一个交代。所以队长的这种使命和责任感是更重的。在拍戏的现场，你第一次见到一博，还记得是什么样的情形吗？回想一下，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你啊？我也在想这个事情。第一次见到是巡逻吗？我忘记了哪次是第一次见到，在那之前咱俩见过吧？在那之前咱俩见过吗？我忘了哪一个画面是第一次了啊！但肯定也是在那个区域里。对，就是我拍就那点地方嘛。对，第一次见到就是觉得很帅、很打眼的一个小伙儿，走过来，确实身上也有那种年轻的这种精英警察的这个气质。我觉得形容的非常的精准，到你了一博。帅气，有队长的感觉，因为个子本身也很高嘛，气场很大，就能够有那种能够管理好队员的那种队长的感觉。看见他还是很有安全感的感觉哈。最近有一个短视频，大家都在讨论，就是你在现场哈也给一博传授了一些狙击手的小技巧，是吧？那也不是传授，就大伙儿闲聊，那就是比如说你了解的狙击手的一些技巧是什么呢？因为之前拍过狙击手，然后后来也在部队拍了很多戏，然后跟这个不同的位置的这个队员其实都研究过。其实狙击手一个是很冷静沉着，而且狙击手的这个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再加上狙击手，就我视频也说了嘛，精髓就是那个换子弹，我觉得上膛特别帅，所以就兄弟嘛交流一下。一博呢，你之前对狙击手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和想象？沉得住气，因为他要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保持不动，观察敌人，这是我对于狙击手的一个理解。动作方面的话，确实可能了解的越多，可能演的就越像，所以就跟他交流了一下。队长讲的怎么样？给你讲他的一些经验的时候，学到了很多，就是不同的地形会有不同的姿势，对，不同的地形有不同的姿势，对，比如说呢，详细来说呢，比如站姿的话是抱肩嘛，是吧？站姿的时候是抱肩，然后趴着的话基本上就是，也是伏肩的一个状态，就是尽可能的让枪跟人能够稳定。我觉得狙击手他是特别神秘而冷静的，是吧？对，这和一博给人的那种感觉其实适配度很高。你在眼神上有没有专门去练习一下狙击手的那种专注的那种程度？其实眼神也一直有练，就是不光是在演狙击手的时候，可能狙击手的话更需要长时间的不眨眼吧，我认为。专注一个地方，一直保持聚焦。你有专门去练习就是眨眼的频率吗？好像你这边看着都一直没有眨。
啊，对，有练过这方面的眼神。刚才景瑜说到演这个角色，其实你有一个大家给你的称号是内娱特种兵，是吧？对，演的比较多，就是类似题材的。你觉得这一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戏里面，现在是一队长了嘛，就是我也是从这个队员，然后那个年轻的警察，然后一点点戏里戏外是一样的，也是从不懂，然后刚入行变得慢慢更有经验，然后到了维和防暴队里边呢，到了一个队长，然后能带领一个小队的这么一个位置，我觉得是有成长和有更多的责任在身上了因为之前很多的角色其实是惹祸的那个人，是在队里的被踢被骂的那个人，现在其实成长到队长了，也是保护大家不让大家去闯祸的人了。就刚才你说到，其实戏里戏外和自己的这种映照也是特别吻合的，是吧？对，每个戏也是一步一步从那个新人演到队长嘛。你还记得一开始自己拍动作戏的时候，碰过哪些壁吗？拍动作戏就掌握不好距离，然后不会收劲儿，然后人家套招的时候总是我永远记不住招，就是他跟你说躲一下躲两下，我打行，但是我躲永远躲不掉，就是人家套得很好的时候，我肯定是一脑袋挨上去。所以那个时候你会经常自己会去总结，我接下来怎么能够做得更好。打几次疼的就记住了，挨了几下太疼了之后就想要记住要记住。现在你可以完全规避这些了吗？现在我尽量不躲，我尽量去出手。其实这部电影当中，你有这个近身肉搏的戏份哈，和对手演员的配合怎么样？对，有一个我后来去救杨震的时候，然后在路上碰到了很多匪徒，然后其中有一个是这个非洲的兄弟，然后当时呢套了很多招，后来那个哥们儿他也是练巴西柔术的，他是子弹，当时我也是子弹，然后导演就说那你们俩就交流一下，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在现场交流了一下然后有些动作其实还可以，而且那个雨夜嘛也看不太清楚，看两个人滚来滚去扭来扭去，基本上就两个人自己把自己招给套出来了。所以还有很多你们自己发挥的一些空间，是吧？有时候碰到一些，比如说你稍微了解一点的，或者是正好两个人他对口的，专业对口的嘛，然后可能柔术正好对口。对啊，这个很难碰到一个跟自己一样段位的人在现场跟你一起对练，所以就碰到这种时候，觉得自己可以提一些建议嘛。一博在这里面也有一个飞檐走壁的戏份当时看的我是还蛮震惊的。你是应该很喜欢这样的挑战吧？算是我第一次拍那么多的属于跑酷的一个戏，拍了很多个场景，然后都是一直在跑来跑去，因为一直在追那个狙击手，对，还有狙击手，对，还挺刺激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就是像刚才您说的那个，从一个屋顶，然后跳到另一个屋顶，其实也就放了一个海绵垫。当时伤还挺重的，我记得我没在那现场，但是我听现场说一博摔了，膝盖。那个是穿越那个菜市场有一个从桌子中间，然后要跳过去，然后磕到了膝盖，然后就受伤了。然后但是跳跃楼房的那个没有受伤。你之前曾经憧憬过这样的戏份吗？曾经有喜欢过跑酷，但是没有想过在电影当中自己真的能有一回这样的尝试。是的。真正拍起来的时候，那个难度是不在想象之中的吗？还是会有一些阻碍和困难的，因为一直在背着枪嘛，然后身上很多护具啊，等等的，对，还会有一点困难。那刚才景瑜说到你受伤的那个部分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的那个对手演员，我追的那个对手演员，他本身就是一个会跑酷的人，所以可能不能显得杨震弱于他，所以我的动作可能要尽可能的去跟他一样难度上，所以有一个动作就是要做一个跑酷的姿势，按着桌子，然后双腿收起来，然后越过去。可能收的那一下没有收好就磕到了桌子。所以你在现场训练的强度应该也很大吧？还是说在拍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做很多的训练准备了？没有，都是现学的，有的就是算是生跳吧，然后放一个海绵。
他都是现学，所以他学习能力是很强哈。不管是跑酷还是一些战术动作，学得很快。但是作为队长，我记得在电影当中，你有一场教训他的戏。我不光教训他，我教训全世界。我这戏里一直在训别人啊。对，我记得训了多少次啊？人质那一次吗？3、4回，我记得很多次。然后，因为那广场又大，我们那现场人又多又乱，你说话声音小听不见，我就要一直咆哮。每场我都感觉自己要缺氧一样，感觉脑血管要爆了，血压很高啊，一直在跟他们喊。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如果你不能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你就不配去做一个维和警察。我就应该有这么一句。就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嘛，所以现在看的时候还是觉得那个时候还是很青涩的，是吧？对，会有这种感觉，毕竟是比较早的一部电影了，也是自己拍的，算是主演中的第一部电影。达超导演其实他是动作导演出身，对，所以他这个对动作方面的要求应该是很高的，场面非常之大，是的，真的场面搞得很大，而且你知道达超导演。动作导演，而且很火爆嘛。然后拍这种动作戏，我觉得所有动作导演他们只要一拍起这种大场面动作戏都非常嗨。我碰到的每一个都这样，很嗨，哇，爆炸，火越大越高兴，这个什么场面越大越高兴，装甲车恨不得给你炸散架了才高兴，就是他们就很嗨这个。所以我们在跟这个导演在现场拍摄这些戏份的时候，其实也跟着。很激动，但是那东西就在你身边啊，也会怕，也会紧张。我记得我们在那个海边的那场戏，有一个巨大的那个大爆炸，炸出一个那个是什么东西，大铁球那个。对，会后怕吧，但是当时不会怕，因为当时在拍摄环境中，我们当时是背身跑向镜头。当你看到回放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后面是那么大一个火球。在导演那么这个激情四射的时候，对你们提出了什么更高的要求吗？还是处于让角色在那个环境中，在那个环境的状态里、剧情的状态里保持，不要受外界影响吧。对我的要求啊，队长就这个照顾好大家嘛。我记得那场爆炸戏我是断后的，我在那个队伍最尾巴，对，我是前面，镜头在前面，我们一排人在那个海边栈道上很窄，一排人往前走，但是我很紧张啊，因为那个爆炸很大，我看到他们往里填火药，我觉得哇完蛋了，这么大，这么多火药。然后一爆炸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大家什么爆炸什么卧倒呀，当时我就一个感觉烫屁股，因为那个热辐射可能传得太远了，我当时屁股特别烫，我印象里。然后起来就是拍屁股。所以导演真的给了大家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对，那个紧张是真的，做再多的心理准备，也没用，因为爆炸呀，这东西谁都害怕。所以才拍出了电影的那种真实感。所以在演这个戏之前，除了体力上的准备，你在心理上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到真的来临的时候才会有所感受，之前不会有任何波动，心理上。但是之前应该对于维和警察先有一个大概的一种了解和想象哈。是的，你觉得他们可能区别于其他的职业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特征？更加的沉着稳定，因为他们不能随意的开枪，一直都是处于一个高度危险的一个状态。景瑜呢，其实你扮演的这个队长的角色，在电影当中面对着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其实也表现出了维和警察他们工作当中的另一重难度啊。你是怎么把握这一方面的？维和警察其实现在讲他们是和平年代离战争和死亡最近的一群人嘛，然后而且维和警察，我觉得它不同之处是有一个规定是最低限度的使用武力。就是你不能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拍的前半段啊，一开始其实很委屈的，就是我自己都觉得我的角色很委屈啊，怎么每天出去执行任务，这身上什么装备都有，防弹衣、枪什么的，但是天天就用盾牌，对，天天就挨打挨揍，然后人家丢那个什么汽油瓶烧你们也不能去开枪还击。就我的心态其实和他的角色心态是一样的，打他们呀。但是那个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去维护当地的秩序。而且打我们的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坏人，他们是被坏人鼓动的平民。我们没有办法打平民。广场那会儿我真的好委屈啊！我们那戏拍了能有1周，天天挨揍，天天挨揍。就是这个地方。对，就是这场戏。
这地儿吗？就你想，这就是一广场，我们这一帮人天天早上去了，好穿好衣服开始挨打，每天打一个礼拜，然后拿了那些道具的那些棍子啊什么的，虽然它是道具，外边有一层软的那个海绵嘛，但是它里边还是要有个硬的那个骨头撑着的，要不然它一甩会动的。这打的也是够呛。给我抡的也挺要命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就想到了自己的那句台词：控制自己的控制情绪，才能成为合格的警察。对，我听说在现场有一个服役16年，然后曾经参加过2次维和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警官，在现场给你们一些指导。因为我们生活中其实离这个维和警察其实距离很远的，基本上碰不到。然后我们对这个维和警察人了解不多的，我们需要通过这个人去跟我们讲述一些他们的故事，包括一些他们的规则和要求。其实我们都是通过这个真正的维和警察来传达给我们。戏里面很多这个情节啊，比如说他们一出去执行任务，可能就是几年的时间，远走他乡，然后家里也会面临这个老婆吵架呀，什么孩子想爸爸呀，那这什么女朋友也长期见不到，就会面临很多我们平时老百姓面临的问题，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他在这个保护世界的和平嘛。因为没有人生来勇敢，只是因为担当需要。他们在外面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形象，维护着我们整个世界的和平。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你们的台词也还是有新的挑战和突破的。比如说景瑜很多的英文台词，对于你来说有难度吗？一下很多英文，其实我英文又不是很好，一下拿着那个说有很多那个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词，说的又很乱，然后一着急吧又咬舌头，这挺难的。是一拿起来对讲机，你感觉更要得说得好才行，是吧？因为这东西一个不熟悉的东西啊，如果让你背的时候，你能背，让你说的时候能说，但是你又要演又要背的时候，就有点，反正我的脑子是转不过劲儿来了，就很会咬舌头，发音又不好，他那些单词又不熟，一说起来，但是看起来你还是非常淡定专业的。演的当然淡定，虽然嘴不好，但眼神要淡定。那段时间你是每天都自己偷偷练习吧？你肯定背，要不然那我根本背不下来。景瑜，你会怎么样向大家推荐这部《维和防暴队》呢？首先是场面很大，然后其实这个题材也算是新颖，然后能展现我们大国力量，能展现我们的这个维和警察在国外执行任务遇到的种种困难，就是很热血很燃，而且会让大家看完之后，然后我们生长在中国，生长在这么一个安全和平的地方，会很幸运，感觉会很自豪。我觉得刚才他说的非常好，同意。暴躁队长后来也发现其实也不是那么个人啊，还行。那你是暴躁队长的话，他是什么杨震？冲动杨震。咱俩也算是一组合的，暴躁和冲动。那就希望大家5一档能够走进影院去看看我们的暴躁队长和冲动杨震的精彩表现。